好，那么昨天晚上我们也是迎来了地平线31赛季的新车啊，也就是万众期待的女武神 AMR Pro 啊。那刚刚拿到手开起来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些奇怪，这车怎么才 S2998啊？那我们进入这个调教设置啊，会发现是 PG 耍了个小心思啊。他在这个车上面装了一个限流阀，但不要小瞧这一个小小的限流阀啊。这 PG 也是为了让这车原厂不去爆表到 X999 啊，也是煞费苦心啊。正是有了这个限流阀的存在，才使得这一辆女武神 AMR Pro 在 S2 有了一战之力啊。所以说，你还得谢谢 PG 呢啊，对吧？没这玩意儿，这车出厂就是叉级，那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线上使用价值了，你只能跑 X 级的这个单机比赛啊。线上因为是没有 X 级比赛的，而且线上也是没有这个 X 级的劲敌的，所以说你叉级的车本来游戏中就屈指可数啊，你改到叉级其实用处不大啊。所以说 PG 这一手限流阀的设置还是非常的精髓的。那回到车辆啊，这辆车是于2021年第4季度开始交付的啊，所有车辆都是左驾版本，一共生产了40辆啊，产量相比300辆的这个原版女武神还要更加的稀有啊，40辆加上2辆原型量产车啊，一共就是42辆，是一辆纯正的无规则版本的赛道机器，对吧？没有办法上路的。它生产的目的其实这个纽维也是想得很清楚啊，单纯就是为了战胜那些现有的勒芒赛车啊，它的目的就是为勒芒而战的啊，所以说，应该是明年就能在勒芒看到它的 Hypercar 这个 LM 组别的车了。那整车的动力依然维持了女武神原版的考斯沃斯啊6.5升 V12 自吸引擎啊，但是去掉了 Curse 和混动系统啊，所以说这车是纯正的燃油车动力，这也是我觉得把红牛最后的倔强啊，不上混动啊，赛车就是要纯粹的燃油动力啊，以后可能很少能看到这种纯正的内燃机动力的赛车了，因为大部分的赛车规则都已经慢慢的偏向了混动甚至是纯电了，以后的比赛可能更多只能听到嘤嘤声了，这个带劲的这个引擎轰鸣声你越来越少能听到了。那最后的额定功率定在了1000匹啊，讲道理这个动力是非常的足啊，整车只有1吨整啊，我们看一下，游戏中应该是差不多1吨1075啊，那75公斤应该就是驾驶员的重量啊。相比这个原版的 AMR 啊，相比原版的这个女武神应该是要轻很多，原版的有 1.2 吨啊，这个要轻了足足200公斤啊。那这辆 AMR Pro 对比原版的女武神的话，它的轴距会更加的长，要长380毫米啊，也就接近40公分的轴距长出来啊，整体要加长了266毫米啊。所以说整个车身你看非常的修长，明显是为了应对勒芒的那个许多的高速弯而设计的。所以说轴距长有好有坏吧，轴距长的车能带来更多的高速弯的稳定性，并且有更多的这个空力的安装空间啊，能让这个车在高速弯的时候有更多的下压力，但同时也让它的灵活性会大打折扣。那只能说有好有坏吧，毕竟它不是为了街道而生的啊，地平线大部分是街道赛啊，所以说可能会有些水土不服，等会儿我们的赛道圈速测试也会印证这一点。所以说从整体的这个空力布局和尺寸上，它其实跟女武神是完全2辆车啊，虽然外形很接近，但是它因为有了更多的这个空力翼片部件，还有整车的这个机械布局啊、轴距啊都完全的不同啊，所以说它更像是一台基于女武神打造的勒芒赛车。原厂配备的是米其林的光头胎啊，全热熔光头胎，这也是在地平线中比较罕见的这个原厂赛胎啊，一般只有在对吧
Supervan， 还有那辆这个 X5M 啊，上面能看到啊，就是官方爆改那辆 X5M 上面能看到这个米其林的全热熔胎啊。那说到这个改装，我们还是去车库看一下这辆车的升级件啊。刚刚说了，这车有一个限流阀，但是引擎动力的话，它就没法改更多了。除了一个4驱布局改动之外，别的都不能动啊。轮胎的话，好在是它配备了越野胎和拉力胎，但是好像还没有越野胎是没有的，有拉力胎啊，没有越野胎啊。直线胎啊，这个风火轮胎倒是配备了齐全啊。这车我感觉风火轮上面还是勉强能玩玩的吧。小图上面，风火轮小图能玩玩啊。前305的前胎啊，最高能拉到325，后胎是最高365啊，那非常宽了就。但是一拉后胎，一拉前胎，它直接就爆表了，直接爆到 X 级去了。悬挂给了一个拉力版悬挂和一个甩尾版的悬挂，我感觉这车的悬挂可能要改拉力才能发挥一下，因为这车的说实话极值有点过剩啊，一般的地平线的赛道用不上这么高极值啊。变速箱配备我们看一下，6速、8速、4速，有4速变速箱可以，那漂移可以玩了，10速啊，这就没什么用了啊。引擎这边就很简单，一个限流阀。那多亏了这限流阀，这车在 S2998 也是能改得上4驱的，也就是说还是有一战之力的。虽然可能不是那么强啊，定位有点尴尬。等会儿的赛道实测我会详细分析一下它的定位可能。好，那么看完了改装，我们直接进入这个街道声浪环节啊。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原版女武神的声浪，感觉还是有一点点这个电子味在里面，但是确实更悦耳一些啊，没有 Curse 的辅助了，纯内燃机的声浪。并且这次有了大尾翼的加持啊，原厂就有 3.3 的机制啊。这样的话，它第一次弯也不怕滑了啊，即使是后驱1000匹啊，也能 hold 得住啊，这点还是不错的。看到前段加速是非常不错的，得益于它的大尾翼和前唇啊，增加了整整1倍的下压力啊，相比原版的女武神增加了整整1倍的下压力。但是其超长的轴距也导致它的低速弯有一些的转向半径不足啊，有点转向有点迟钝啊。不过好在红牛的调教还是非常给力的。非常灵活啊，即使是这样上了4驱也不会有太多的推头现象，转向非常舒适啊，这是红牛神奇的调教啊，能保证这车辆灵敏的转向的同时又不会转向过度失控。声浪对比原版女武神，我觉得是更加悦耳啊。如果说原版女武神定位有那么一丝尴尬，那这车的定位就相对比较清晰了。纯正的赛道机器不需要为了公路驾驶而去妥协什么，一切以征战勒芒为准啊。战胜现有的勒芒冠军赛车就是他的目标啊。那说完了声浪和操控驾驶，那我们等会儿去看一下它的直线表现啊。
那我们的 AMR Pro 女武神 AMR Pro 来到了直接加速赛道。注意，这辆车现在是原厂啊，地平线原厂版本，所以说有了这个动力限制，只有800匹啊。那我们看一下在地平线5中原厂它的直线发挥吧。没了 Curse 的加持，感觉前段会还是稍微慢一些啊。2.5次的0-100加速啊，还可以啊。虽然没有 Curse 加持，但是大尾翼还是能帮了很多。但后段就有些难受了啊，尾速320估计到不到啊，6档还在掉啊，310左右只有。啊，极速比较堪忧啊，特别是100到200的加速就比较的慢了。200以后呢，就更慢了。这个上300了，基本上是动都不动了。所以说这车的后段是个大问题啊，但是前段加速还是非常的稳定的，特别是大尾翼的加持啊，没有任何的打滑迹象，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我还蹭来墙，哎呦我操！这个换这儿。好，那么来到赛道，我们所有的圈速测试也是结束了。我昨天凌晨也是测到了2点钟啊，还是得出了一些结论的。那首先在原厂级别，我认为这辆女武神 AMR Pro 目前是没有竞争对手的。我所谓的原厂就是完全不动啊，不上调教，不上改装啊，纯原厂。这辆车目前在地平线5中是无敌的。当然，仅限小图啊，你不能跟它比什么环岛啊，比这个高速赛道啊。就目前这辆 Elden 啊，就目前这个图啊 ，Elden Ring 这个自制赛道来说啊，原厂的 AMR Pro 是遥遥领先于原厂的小六子和 BTDB 的。那毕竟动力摆在那边嘛，1000匹的动力还是要碾压那2位的。那来到了 S2 满改，没错，这车在 S2 满改是有一战之力的。S2 满改它是仅次于 BT62 的存在啊，在小图范围内，BT62 和 BTDB 之下吧，应该是啊，应该是挤进个前3没问题啊，毕竟是3.3的侧击啊，配合上 S2 它能改4驱，哎，这点还是算是 PG 的怜悯吧，PG 给他留了一手啊。留了一个限流阀，不让他原厂插子。
那如果像 FM8 一样原厂没有任何限流阀1000匹的话，这车直接进插值去了。那插值你线上也玩不了，劲敌也跑不了，那就很尴尬，纯花屏了。并且到了插值，我们发现这车其实谁也干不过啊。那对比一下小六子，小六子插值这张图的圈速达到了惊人的1分08啊，直接吊打其他所有车啊，这不是一个等级的了。小六子应该是排在了 X2 组别啊，那 MR Pro 才算是正常的 X 级车。MR Pro 在这张图插值的话，应该是1分14左右的圈速，也还不错了。毕竟考虑到这车尾段如此拉胯的表现啊，纯粹是弯中拉速度了。那很多人可能会奇怪 FM8 里面作威作福的这个女武神 MR Pro 为什么到了地平线5会成这副样子？那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原因啊。首先就是赛道布局和这个物理抓地力的影响啊。那绝对不是你们所说的什么，因为在地平线5中女武神 MR Pro 是免费车，所以说被阉割了。在 FM8 中是收费车，所以说它这么强，那绝对不是啊。一方面是地平线5的赛道布局会更适合那些街车，那这种纯赛车，特别是轴距这么长的勒芒赛车，它很难在地平线5这种多弯急促的街道中发挥出应有的这个弯道效能啊，并且它还是辆自吸车啊，没有 KERS 加持，没有混动啊，所以说它出弯其实也并不快啊。那自吸车最快的是什么啊？连续的高速弯，像勒芒SPA 那种高速弯，那自吸车能发挥它应有的性能。但是到了这种 Stop and Go 的赛道啊，那这车的短板就暴露无遗啦。后段不行啊，出弯不行啊。那真的只有在赛道中它才能发挥应有的性能，对吧？赛道有那种够宽的连续高速弯啊，那女武神就能发挥它的这个全部实力啦。那还有就是因为对手的原因在 FM8 中他的对手是那些老旧的什么919、17年的9196、70年代的 F1，那2021年的对吧？无限制勒芒赛车战胜这些老旧的赛车，很奇怪吗？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即使是改装后，也是随便吊打。它的设置对标应该是919 Evo 这种解禁了之后的勒芒战车才对啊。所以说，他在 FM8 中作威作福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他没有像样的对手啊。但到了地平线5中就完全不一样了。S2 论改装潜力，它干不过 BT62，对吧？因为限制到了800匹而且没有涡轮。那 X 级那更干不过那些科幻级别的什么小六子BTDB 这种，那基本上真的是玩具车了。过弯已经不能用轨道来形容了，叫科幻了已经。所以说，我觉得这车其实 PG 做的没问题定位非常的准确那就应该是这样的实力。那放到游戏中就应该是这样的定位问题不大。那至少这车的 S2 还是能玩一玩的，还不错啦。没有给你限制死，纯当花瓶还是算是顶流车之一吧，顶尖的车组之一吧，前3甲还是能排进的。总的来说，我对这车还是比原版女武神要满意一些的，特别是改了4驱之后，那手感真的很棒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满改之后那手感，我觉得是比小六子要更加的符合常理一些，没有这么科幻普通玩家也能更好的掌控一些它的后段吧，毕竟它后段很慢但也给普通玩家更多的反应容错空间那小六子真的是快得太离谱了。这车多了一些对吧常人能够理解的速度那么好了，这次关于女武神 MR Pro 的测评详细解释就到这里为止了。
那大家对这车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中告诉我。那么下次还想看什么车，也欢迎在评论或者是私信告诉我。看在我测着车测到凌晨2点的份上求一个免费的赞，不过分吧？好，那我们就这样啦，下期再见，拜拜。